非有消息，最近波音公司向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赔偿了 1.5 亿美元，旷日持久的收购纠纷终于告一段落。波音和巴航都是航空工业的巨头，是全球第2和第3大飞机生产商。波音公司主要生产大型和中型干线飞机，巴航工业主要生产喷气式支线客机，两家具有很强的互补性。本来波音和巴航各干各的，并不相干，但2017年排名第4位的加拿大庞巴迪将它的 C 系列，也就是后来的 A220 系列卖给了空客，打破了脆弱的平衡。收购庞巴迪之后，空客公司变成了干支兼营。波音公司感觉未来会吃亏，于是萌生想法，准备收购巴航工业。巴航工业当时在与庞巴迪的竞争中暂时处于上风，气势相对较盛。他当时给自己的估价约55亿美元，后来协商时同意出售 80% 的客机业务给波音，同时附带条件说波音公司要帮助自己推销 C390 军用运输机。波音公司当时的筹码是收购等于拯救，因为一旦空客将 C 系列发展壮大，最先受损害的肯定是巴西人。实际也确实如此，现在空客的 A220 销售情况要远好于巴航的 ERJ12 系列。巴西人如果不抱波音大腿的话，可能最终会全军覆没。合并无疑对波音和巴航都有好处，但是两家正在盘算的时候，发生了著名的波音737 MAX 8空难。2018年一起，2019年又是一起，这让波音公司的形势直转直下，高额赔偿一下子让现金流变得非常紧张。尤其是全球停飞波音737 MAX， 波音瞬间被逼到了死角。在这种状况下，波音公司选择放弃，告诉巴西人将取消收购计划。闻听此事的巴西人大骂美国人不讲信用，眼看到手的几十亿美元转眼成云烟，到手的鸭子活生生的就飞走了。不仅如此，因为当时还没有疫情，客流很红火，航司都买干线飞机，支线飞机的生意不好，巴航工业的处境非常的难受。关于这起收购案，波音违约是地球人都知道的，但是他囊中羞涩，并不想老实的支付违约金，于是他搬出协议，说因为巴西人没有达成协议标准，才导致收购无法继续。双方于是产生了纠纷，一个说我不是不想买，另一个说我非常的想卖。现在谈判终于结束，等于是波音认输，支付了 1.5 亿美元的赔偿。此案到此也彻底了结，波音挥手告别。但是巴西人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，他的 ERJ12 销售依然没有起色，反而是旧款较小的 ERJ175 很受美国人的青睐。相比之下，空客的 A220 300卖得很好，如果 A220 也推出75座的产品，则巴航工业没有前途。所以未来巴航工业还会不会再想卖给波音呢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